这是我爸爸的房子，你们把我和爸爸赶出家门，霸占我们的家，你们都是坏人！小杂种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些年给你当后妈，我伺候你吃，伺候你穿，这后妈我总不能白给。房子可以给你，但你能不能借一点零食？九九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。月儿今天迈入小宗师境，我们正在办 party 庆祝，你居然来要饭，还有没有点格局啊？小宗师怎么了？我爸爸以前还是明星。什么年代了，还国际明星？如今灵气复苏，以武道为尊。你爸爸是国际明星，在小宗师面前连条狗都不如。宫月儿，能不能借我们点零食？就一点儿，你就看在我以前对你不错的份上。这以前呢，你有身份，有地位，还有钱，我当然愿意伺候你。可是现在灵气复苏，你又没有灵根，这没有灵根啊，就不能修行。你跟一个废物有什么区别啊？我宫月儿啊，从不施舍废物。行了，到别的地方要饭去，再扫我们的兴。他就是你的下场。公子，3年前，灵气复苏，整个世界以武道为尊。曾经那些光鲜亮丽的职业不复存在，就连黄金钞票都被灵石取而代之。身为国际巨星的我，也因没有修炼武道的资质，而沦为沿街乞讨的乞丐。老爹，我饿。娇娇，都怪老爹没用，我再想办法啊。我堂堂7尺男儿，我堂堂7尺男儿，哎呀，家在周书到弟子。君你太美 ，baby， 哦，君你太美。下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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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吧。好了，这不是之前的国际巨星许安生吗？嘿，还真是。没错，是我，是我。求各位评委老师给个机会，我要是入选了，只要包吃住，不要零食。哟，要饭都要到这儿来了。拜见小宗师。快请落座。他竟然是主评委。这里是武道弟子选拔，又不是老掉牙的娱乐综艺。来人，把这个过气的戏子轰出去！哎，宫月儿，你断我机会，不给我财路，你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情，不想被外人知道吧？我靠邪法进入小宗师境的事儿，难道他真的？吃不住的，还把我赶出家门，这事要是说出去，肯定有人为我发声的。下去。好，我给你机会，只要你能接我2招，我就让你入选。月儿，咱们能坐在评委席的，怎么说也是小宗师境，正常人别说接你2招，哪怕是动动手指头，也是非死即残呐。许安生，这机会我给你了，你是要呢，还是不要？为了闺女，拼了！好，我靠邪法跨入小宗师境的事儿，绝不能让别人知道。
刚好趁这个机会杀了他。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手太重了。保安，抬出去吧。手。那这次我就要稍微用点力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我们不当弟子了，我们走吧。娇娇，给老爹加油！我们走吧。在这等我。爸爸，爸爸，再来。杀了玄生，再找机会除了你这个小杂种。还有一招，我希望你说话算话。我可是小宗师，一定是说话算话。去死吧！爸爸，爸爸。武神归位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堂堂仙界女武神，怎么变成一个小孩了？那人是我爹，这不是自杀吗？让我来帮你一把。啊！我没事。喂，你出招了没有啊？人呢？呀！哎呦，这……我的断了。要是没有灵药，这胳膊恐怕要废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喂，你放水就放水，不要演得这么逼真吧？难道你还对我余情未了？要不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你有病啊你！偷偷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还喜欢我？我就说嘛，灵气复苏以后，我还是那么的帅。你看清他是怎么出拳的吗？没看清，只能看到他身上有金色的气机，竟然把小宗师都打飞了，难道说他是在扮猪吃老虎？你短剧看多了吧？哪有那么多猪呀？我觉得他就是突然觉醒了。觉醒？觉醒这么屌的吗？没错，灵气复苏后，武道的修炼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一步一个台阶的提升境界，另一种就是瞬间觉醒，可以突然达到某个境界。你是说许安生从一个新人直接晋升为宗师境？哇，这怎么可能？除非他是武神转世，拥有 S 级资质。武神转世，我董家今天是捡到宝了。哎，老爹好厉害！嘘，宫小姐呢是对爸爸余情未了，故意放水的。怎么样，宝贝儿，老爹是不是魅力还是不减当年？我刚觉醒，就摊上你这么个自恋爹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谁对你余情未了？这都能听到，我懂。
各位，宫月儿绝对没有对我放水啊！大家可以不相信我的话，但不能不相信小宗师的话吧？不，学生你，厉宗师。丽姐你来了。我说，以你小宗师的实力，怎么连个废物都打不过？原来是你在放水呀！怎么，还跟着小白脸不清不楚的？你要是喜欢废物，跟着他好了。我厉家可不收破鞋。我没有，你听我解释。丽少，宫月儿他真的没有放水，你可千万别误会他呀！你闭嘴！哼，一唱一和的在这演戏呢，不愧是影帝啊！我差点就信了。不过，像你这种废物，就算突然觉醒，也不可能是小宗师的对手。老爹，这人是狗吧？你小孩子要有礼貌，怎么能骂狗？人呢？他又不是狗，怎么狗眼看人低呢？说什么？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别跟他一般计较。好啊，那你就替他死好了。闪开！刚刚演技不错呀，不过现在可没人陪你演戏了，死定了！其实我刚刚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说我不是在演戏，你信吗？我证明。你看，我姑娘就能证明，我肯定没在演戏。来，姑娘，你说。没错，我证明，就是我老爹把他废掉的。我老爹可厉害了，小心你也被废掉。好闺女啊，没有这么坑爹的，想好了再说啊。老爹不用怂，揍他！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别再说了，要不我给你道歉？哼，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我厉宗师干嘛？这人谁呀？这么拽的吗？厉家的小少爷，北董南厉的那个厉家，那岂不是跟董家平起平坐？完了，这小子死定了！说吧，想怎么死？不想死行不行啊？我好不容易才入选董家的武道弟子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啊，我还有闺女要养啊！老爹，你太怂了！你闭嘴！你想当孤儿吗？怎么，担心这小兔崽子变孤儿啊？没事儿，我送你父女俩一起上路，就不会变孤儿了。啊？手下留情！厉少爷，何必呢？按照规矩，徐安生已经是我们董家的武道弟子，这件事恐怕是个误会，不如给我们董家一个面子，此事就算了。好，多谢。谢谢厉少的手下留情。原来是个不咬人的狗，没意思。董家的面子我自然要给，不过这小兔崽子不是你董家的人吧？我动不了你董家的人，他我总动得了吧？好听，董家的面子我给过了，我厉家的面子就不是面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难道要杀我一个小姑娘吗？小姑娘这么可爱。为了这个小女娃得罪厉家确实不合适，况且这小娃娃她确实有些欠揍。你这个废物爹，伤了宫月儿一只胳膊，我也废你一条胳膊就好，主打一个公平。你选一个吧。来呀，选一个嘛。好，我就废了你这小兔崽子。厉少，你身为大夏的武道世家，可懂大夏的规矩？我懂，
父债子偿吗？错，是尊老爱幼。你都这么老了，怎么能欺负一个小姑娘呢？要不算了。灵气复苏，以武为尊，你跟我讲尊老爱幼，我看你们董家也别招什么武道弟子了，开幼儿园算了。我以为捡到宝了，却没想到是个怂包。这样吧，宫玉儿霸占我家别墅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我送她了，这样就行了吧？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我哪有？那女人以前是我老爹的女朋友，后来灵气复苏，她又点上了厉家少爷，霸占我们家。我和老爹被赶出家门，我们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。以前许安生的绯闻上过热搜呢，我还吃过瓜。原来这绯闻正主就是小宗师啊！那小宗师还一直对外宣称他和厉家少爷是青梅竹马，原来还给别人当个后妈呀！哎呀，厉少，你快杀了他呀！好，让开！啊！哎，这么好的苗子就这么废了。啊，一点都不疼。谢谢厉少手下留情，谢谢。别动！厉少说不动就不动。我的手断了。扮猪吃虎，绝对是在扮猪吃虎。我没有啊。觉醒，绝对是在觉醒。觉醒？啊？我也没感觉到我觉醒啊。穿越到这个小姑娘身上，也不知道武神之力能维持多久。万一变成普通小孩了呢？还是暂时不要暴露实力，专心把这个老爹养成绝顶高手吧。月儿给我放水，那是因为我该死的魅力，但厉静没道理跟月儿一起演戏啊。难道我真的是武道天才？身上毫无修为气息，肯定是觉醒了。可短短时间里连续觉醒2次，这也太逆天了。好了，大家安静，今天的武道弟子海选到此结束。接下来，所有的选手依次用神识测试你们的天赋等级，分为7个颜色：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对应 S、A、B、C、D、E、F 7个等级。拿神识测一测，看看他究竟是什么资质。这便是董家至宝天外神识。测试方法：所有人全力一击，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等级。F 级以上者正式入选。董家武道弟子可获得董家修炼资源。测试开始。F 级不合格。E 级合格。E 级合格。完蛋了，宫玉儿这下可放不了水帮我了，怎么办？好不容易过了海选，可不能半途而废啊！哎，有了！哎，我能不能不测呀？不测？怎么？你资质太低？那倒不是啊，只这神识吧，我可不敢打。我要是把它给打碎了，我可赔不起。啊？你想打碎神识？这神识只有武神级的才能打碎，你尽管打。如果打碎了，不但不让你赔，而且你还可以成为董家大小姐的如意郎君。啊？董家大小姐愿意当后妈？别给我啰嗦，赶紧测试。老爹，你是最厉害的，请
千万别放弃！你忍心让你的宝贝闺女跟着你3天饿9顿吗？好，为了我的宝贝闺女，拼了！花里胡哨。天外寻师只此一块儿，迟早把他搞到我们厉家。喂，你手都断了还乱碰，走开，别打扰我老爹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废物爹是怎么出丑的。怎么没反应啊？没反应就证明连 F 级都达不到，他就是一个没有修炼天资的废。啊！完了！哎呀！爸，您这好端端的收什么武道弟子呀？哎呀，那不是为了给你找个如意郎君吗？哎呀，爸，说了我不嫁，我一直陪着你多好呀。你都多大年纪了？啊！爸，怎么了？神石碎了。神石不是管家带着去招收武道弟子了吗？对呀，神石只有武神能打碎，难道说武神来我们董家当弟子了？哎呀，不是爸，这大中午的，你喝假酒了？哎呀，你快去看看。好。完了！我说我不打他，你非让我打。现在好了，碎了我可赔不起啊！我可赔不起。完了！哈哈哈，这一辈子挣的零食都不够赔的！哈哈哈。以后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跑不了我的，也跑不了你的。咱们2个还是慢慢赔吧。不对啊，你打碎了神石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你让我打的，你也得负责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只有武神才能打碎神石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是武神啊？哦，捧杀对吧？哈哈哈哈！哎，捧杀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跟我玩这套。这招我之前在娱乐圈我都玩烂了我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董家大小姐到。大小姐，是谁打碎了神石？站住！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坑爹的？够了！你以为这是你的粉丝见面会呢？收。哎，职业习惯。爸，哎，神石就是他打碎的。哦，竟然如此年轻啊！而且我还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难道这是我董家的机缘？哎呦，爸，灵气复苏以前，他确实算得上是一个3九流的小明星。您那么爱看短剧，当然看过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小伙子，这神石
真的是你打碎的呀？叔叔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轻轻的碰了一下，就一下。轻轻的碰了一下就能打碎神石？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武神之尊呐！这我道别不是武神，他真的不是武神。过来，刚刚在回来的路上，我已经试探过了。他呢，不仅毫无修为，就连修炼资格都没有。他就是一个普通人。不信你看，啊，你伤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哎，那谁？我不叫安，我有名字。我有名字，我叫许生。嗨，这小时候被我妈揍习惯了，抗击打能力可不是吹的。这怎么回事？家主，我也搞不明白啊。但当时确实是他当着众人的面击碎了神石。难道是故意隐藏实力？不然一个普通人怎么能扛住青焰的攻击还没有伤势？还说不是武神？我记得以前他就喜欢演这种扮猪吃老虎的小短剧。哼，那老夫就陪你过演戏的瘾。哎呀，有没有修为那不重要，人品才重要呢！啊，爸，灵气复苏，以武为尊，没有修为寸步难行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有修为吗？不但如此，你还是大宗师呢。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嫁给他不就有关系了？以后啊，你负责修炼养家，他负责貌美如花。爸，你小短剧看多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可有婚配呀？婚配没有，但女儿已经长这么高了。你看看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要是入赘我们董家呀，那是我们赚了呀，入一送一，好事儿。不是，爸。哎，你别说话。你看，要不你考虑一下？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儿？要是能抱上董家这颗大喜，这辈子都不用愁了。也不是不行哈，只是要对我闺女好。哎，那必须的呀！哎呀，小闺女儿，来让爷爷抱抱。我饿了。带去别院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是，家主。我爸要是能入赘董家，就会有足够的资源，我再从旁指点，用不了多久就能问鼎武道巅峰。到那时，就算我武神之力消失，也有他能保护我。况且后妈看起来挺漂亮的，这波不亏。我这闺女牌面真粗。这个安生，你看我们董家呢也很有诚意的，你如果点头，咱们明天就办婚礼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。哎呀，但是你要端茶送水、洗衣做饭、铺床叠被，除了修炼，还有辅导我女儿的功课，还有……停！不是爸，你看看这……好，都答应，来，过瘾。慢着。董老爷子，你该不会相信神石是这个毫无资质的废物打碎的吧？董老爷子，怎么说您也是大宗师之境，您会相信一个毫无资质的普通人打碎神石吗？哈哈，贤侄啊！哎，你这胳膊，回家主，是被姑爷震伤的。呵，我这姑爷果然不是普通人。你。我只是不想在小孩子面前伤他罢了。董管家，你再好好想想，神石是被谁击碎的？家主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的确是厉进先摸的神石，之后姑爷许安生才攻击的神石，他撞得轻飘飘的。不像是能把神石击碎啊！会不会？不错，
神石是被我击碎的，而他只不过恰巧站上去了而已。好小子，你竟敢当我管家的面弄虚作假，还亏我把女儿嫁给你，当你闺女的妈你！我都说了不是我，可你们非但不信呢，现在还说我弄虚作假。既然已经搞清楚了，那我走。站住！欺骗大夏第一武道世家就想跑？我提议杀了他。没错，这件事传出去，丢死人了。带下去宰了。是。哎，爸，这样不妥。他一个普通人，我们杀了他，岂不是有辱我们董家的脸面？那怎么办？让他出去乱说，说我董延昭舔着脸把女儿嫁给他，我倒是无所谓。闺女，你都不嫌丢人呐？这样啊，杀了吧。不会，我一个半个字都不会往外说的。是吗？我只相信死了的男人。你刚才还替我求情呢，你这人是能不能稳一点啊？稳得很。你刚才不是让我洗衣服、做饭、铺床、叠被、端茶倒水吗？我看这辈子你就留在我董家干下人吧。哎，闺女，这个办法好，咱们也不用杀这个普通人，也不用担心他出去乱说了，就这么办。把他安排在别院，最脏最累的活都让他做。是，家主。哎呀，贤侄，哎，你可有婚配啊？来，你看看，咱们两家联姻，那以后大夏，呸，以后那全世界都是咱们的。哎呦，爸，你有完没完了？又来！你闭嘴！哎，走，你别说，你别说。爸。老爹，这董家也太不懂事了，让你一个准姑爷住在这么潮、这么小的地下室。今天真是大起大落，太刺激了。暂时还是不要让闺女知道和董小姐的婚事黄了，怕她小心脏受不了。还记得老爹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牢记筋骨。发起体步，空发其身。老爹啊，你这叫没苦硬吃，何必呢？这就是大夏第一武道世家，也不怎么样啊。这个后妈长得好看，人品也好，配得上我爸。等他们结了婚，我就送她大礼，祝她突破大宗师，问鼎武道巅峰的爸，大步武神的妈，滚啦！嘿嘿。小姐还是没有突破，突破大宗师就是半步武神，哪有这么容易？所以老爷让你和姑爷成亲，就是想借他的武神之力助您突破啊。你的意思是我只能靠男人了？小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现在全球都灵气复苏，将来肯定有一场恶战。董家和厉家要是联姻，对咱们大夏也有好处，不是？若是为了大夏，那我倒是勉强可以答应。明天就要婚礼了，大小姐，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。不知道姑爷会送什么彩礼给小姐？你可真是个财迷，实在不行，你替我嫁。我哪配得上武神啊？不过时间过得可真快，一转眼大小姐都要嫁人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再修炼1周天。
爸，你回来啦！你现在都要成为董家的女婿了，怎么还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啊？难道是瞧不上人家大小姐？原谅说，今天老爹是练功练累了，休息下就好了。我今天去看后妈了，她马上要颁布武神了，人长得好看，武力值也拉满。你娶了人家就是躺赢狗了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今天出去了？坐下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现在还小，不能出去，外面的世界是很危险的。呵呵，危险吗？董家上下最危险的人就是我了。答应爸爸，以后不出去了。老爹，等明天你们结婚，我要送给后妈和董家一份大礼，也给老爹你呀长长脸。你有这份心啊，老爹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唉，等他再长大一点，再告诉他这个虚伪世界的真相吧。怎么样？老爸今天穿的好帅，今天是你大婚，你还不走啊？小小乖，今天的婚宴啊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我还要当花童给你们送花呢。小小乖，董家可不想让外人知道董倩嫁给老爹我还得当后妈，是不是？咱不能为难人家。等婚宴办完了，就剩下家里人了，你再出来好不好？也对，大夏第5道世家的大小姐喜当妈，传出去是有点不太好听。那好吧，你快去吧，把漂亮后妈娶回家，加油老爹！耶！我自己偷偷去看，总没问题了吧？老爹的婚礼，我才不能错过呢！恭喜啊，董家主！董小姐也恭喜您，厉家家主到！爹，哎呀，亲家公来啦！好儿子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有武神之姿啊！那都是爹您教育的好。只是，你既然有武神之姿，为何还要助赘到董家？亲家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我们董家不配吗？哼，莲烟可以，但是得是你董家的女儿嫁到我们厉家，而不是我儿子入赘到你们董家。李明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们董家可是大夏第1武道世家。那都是以前了，现在我儿子是武神之子，这大夏第1武道世家该换人了吧？我看您不是来参加您儿子的婚礼，您是来砸场子的吧？来，大家伙瞧瞧啊！你爹都把你惯坏了，有这么跟姑姑说话的吗？既如此，婚姻也未开始，退婚还来得及。那就退了。以我儿子现在的身份，他能娶你，那就是你还有你们董家的福分。李明，别欺人太甚了！哎，你这个老东西，怎么跟我爸说话呢？这鸟婚，老子不接了！哼，好，爸爸看月儿那姑娘就不错，听话懂事，比董家这个没家教的女人可强太多了。你们董家的婚，我们厉家退了。我看你这老脸往哪放？还有你，今天这礼服都穿了，现在又被我儿子给甩了，我看这以后是嫁不出去了。我娶。机会这不就来了？阿生，
都说，既然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，青燕也已经把礼服给穿上了，总不能脱了吧？不太吉利。你看我行吗？哎，你跑来添什么乱呢？走，我嫁。哼，毫无气机波动，这不就是个废物吗？厉老爷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前几日我废了你儿子一条胳膊，我要是废物的话，那厉少算什么？景儿，这什么情况？哎呀，爸，我当时大意了，都是那小子他出阴招啊。好，既然这样，爸今天就替你出了这口气。哼，你想怎么死啊？你想杀我呀？我现在马上就是董家的姑爷了，你要是敢动我的话，那就再打董家的脸。哼，是吧？老丈人啊，那我就把董家一起灭了。老婆救我！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大宗师吗？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已经突破大宗师境，跨入半步武神。今天就算我儿子不出手，我也一样可以拆了你们董家。谁要拆家？狗才会拆家！小祖宗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你不是董家的姑爷吗？我现在就是董家的姑爷，是吧，老丈人？哎呀，玄生，你赶紧带着你这闺女赶紧走，别在这碍事儿。想走？今天谁也别想走！真以为我今天是来参加婚宴的？我今天来就是要灭了你们董家满门。大夏第一武道世家必须是我们厉家的。让他们走，他们不是我董家的人。刚才一个说要娶，一个说要嫁，现在又说不是一家人，你他妈真当我傻呀？完了，本来要抱上大腿的，现在又过来陪葬，我这个运气真是没谁了。算了，这就是命吧。不过小孩子能不能放过呀？他现在可不是董家的人啊！哼，你入赘董家，你这小兔崽子当然也算董家的人了啊！还没改口叫妈呢，不算啊！爸，不就是2条狗吗？交给我！你个小贱货，我就先拿你开刀！啊，舅舅！安生，你没事吧？结结实实的中了我爸一掌，这废物今天死定了。这就是你们董家的女婿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天之骄子呢，原来是个毫无修为的废物呀！你们董家还真是饥不择食啊！知道我有武神之境，你们在大夏第一武道世家的地位不保，就自暴自弃了吗？堂堂董家大小姐，居然嫁给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，还给人家喜当妈！我董家行事，轮不到你们厉家插手。你既然能给这个小废物当后妈，不如从了我，给我当个小三儿，伺候我开心了，我保你董家不灭门。好你找死！老婆，你带着娇娇快跑，快跑！许安生，我既然已经嫁给了你，我绝对做不出来临阵脱逃的事情。娇娇，等下你趁我动手的时候，赶紧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记住，不要报仇。娘亲，今天是你和老爹的大婚之日，这些垃圾就让女儿替你们除了。啊，娇娇，你不行的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娇娇，你们厉家除名，我说的。死到临头了还做梦，想让我厉家出名？我这就送你们上路啊！你们一家人啊，要整整齐齐的。
女武神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还是我闺女吗？爸，我知道了，这小姑娘就是女武神转世。什么小姑娘？我有名字，许娇娇。哎呀，拜见武神大人。都是一家人了，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？妈，要是你每天朝我行大礼也不合适。遵命。娇娇，哎，别过去。老婆，娇娇她不会被什么脏东西上身了吧？不是你胡说什么呢？娇娇背后的虚影，应该是传说中上界的女武神现世的武神法相。娇娇应该就是女武神转世。女武神？对啊。女武神，我呸！我们厉家也有。儿子，亮出你的武神法相。爸，我是你刚刚说要灭了我们家。是又如何？你一个小屁孩才刚刚觉醒，女武神再厉害，你又能亮出几分实力？我好歹也是半步武神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半步武神的实力的确足以傲视人间，不过和武神比起来，虽说只有半步之遥，但却是天差地别。这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差距。儿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先把这小女孩杀了，再灭董家。好。老爹老妈离远点。哎，好嘞。糟了，武神法相外泄，引动雷劫成界了。变天了。可能是武神法相的缘故吧。武神一出，天地色变。我闺女这么猛的吗？糟了，武神法相外泄，引动雷劫成界了。不行，必须赶紧解决掉他们。你们一起上啊！你，爸，咱们废了他。好，一起上。好。哎呀，好疼。爸，我准备好了，上。好。哎。儿子，爸，你坑我，我胳膊又断了。儿子，你不是有武神之姿吗？什么样的蠢货才会相信他这样的废物有武神之姿？哎，我这，雷鸣，你们厉家祖坟上就没冒过这股青烟？还武神之姿呢？你想屁呢你？你骗董家也就算了，你他妈连老子也骗啊！哎呦爸，我本来想的是入赘董家，把他们的修炼资源搞到咱们厉家，谁想到你来砸场子呀？你小子还埋怨起我来了？好啊，狗咬狗喽！来人，关门打狗！董彦州，你这是想鱼死网破吗？你们这两个臭咸鱼，那是一定会死。可我董家这张网可破不了，毕竟啊，我有个武神之姿的外孙女儿，是吧，外孙女？让他们走。让他们走。还不走？董彦州，我们后会有期，走。闺女，你怎么能放他们走呢？你忘了老爹跟你说的放虎归山、痛打落水狗的故事了？哎呀，你，这娇娇，这你要是不想灰飞烟灭的，你最好站着别动。
可是他为什么会被雷劈啊？这是雷劫呀！娇娇要飞升了。娇娇，你能不能不飞升啊？你飞升了，老爹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贤婿呀，这是好事啊！好什么好？武道之徒都以渡劫飞升为最终目的。娇娇既有武神之姿，飞升是早晚的事情。只是没想到，在我们的大喜之日，那你将来也会飞升吗？那我岂不是以后就孤独终老？快看，天劫散了！这难道是飞升失败了？这武神法相都外显了，怎么可能会飞升失败？失败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娇娇不用离我而去了。好。对啊，我不急娃，不求他飞升啊，只要他留在我身边，开开心心的长大，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飞升失败，灰飞烟灭，生死道消。生死道消。娇娇，二生，对不起，要不是因为我们董家，娇娇她也不会。贤婿啊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。这武道之路啊，那是坎坷凶险，历劫飞升，那更是九死一生。可他还只是一个孩子，修什么武道？娇娇，都是爸爸不好，我不带你来这儿，你就不会出事的。老公，你起来。还叫老公呢？武神都灰飞烟灭了。董家不就是想巴结武神吗？难不成真想把女儿嫁给这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啊？不能吧？厉家貌似对这小子恨之入骨，现在武神没了，这小子的大夏寸步难行。董家不可能为了他跟厉家翻脸吧？都给我闭嘴！你们当我们董家是什么人的？婚宴既然办了，他许安生就是我董家的女婿。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？我告诉你们，就算娇娇飞升失败，生死道消，他许安生永远都是我董清燕的老公。别说是厉家，就算是整个大夏，无论谁想动他，都要问问我董清燕答不答应。娇娇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就安心的去吧。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都会给你烧热乎的啊！鬼啊！你何方妖孽？老爹，你真的太怂了！一个大男人躲在我小妈身后，羞不羞啊？小妈，你是娇娇？对啊，老爹，你不会被这雷劫吓傻了吧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你别！老爹，我真的是娇娇啊！你要是娇娇的话，你应该叫一声爸爸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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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！爸爸，你真的是娇娇？太好了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可是你怎么突然变大了？大了？什么大了？还活着吗？活着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雷劫促进生长吗？
爸，这什么情况？天象大变，难道是徐娇娇飞升武神了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厉家要完了。都怪你！你没事惹许安生那个废物干嘛？给我厉家闯了这么大的祸，我废了你！废了多可惜呀！我看就这个骚样，做我得了。老祖，您不是已经飞升了吗？老祖，您都100年未曾现身，您现在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？武神法相出现，还引动了雷劫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没错，老祖，我这胳膊就是被武神法相给废的呀！啊，果然，我就知道，武神没有那么容易陨落。陨落？没错，1年前，女武神在上界找我们邪修的麻烦，被我们重伤后陨落。没想到，她的神识竟然未死。还我闺女！我也不是故意的嘛。贤婿啊，她可是女武神呐，你敢动她，你活腻了是？老公，你就听武神大人说清楚嘛。不管他是谁，敢动我闺女就是不行！你还我闺女！你还我闺女！你还我闺女！哎，这，你能不能冷静点啊？我都说了，我真的是你女儿许娇娇，只是我脑子里多了很多女武神的记忆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不信。好，元气刚刚恢复那会儿，你被宫月儿打了，躲在卫生间里偷偷哭，还是我拿了洋娃娃哄你的。后来不知道你从哪儿小道消息听说，阑尾就是灵根，非跑去医院，让人家把切掉的阑尾给你装回去，又被揍了。还有，别，这你别说了啊！我信还不行吗？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宗师的老婆，武神的娃，还有一个废物的他。废物就废物呗，我躺赢了。躺赢是不可能躺赢的，老弟，你惹了厉家。惹了就惹了呗。宗师的老婆，武神的娃，还有一个有钱的岳父，我怕个屁呀我！哎呀，厉家家主现在已经是半步武神了。我知道呀，这不还有娇娇呢？我的武神之力也没了啊！邪修，所以你教我的果然是邪法。不然你以为就你这种废物资质，怎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达到小宗师之境？邪修怎么了？正道又如何？武道之土，实力为尊，你懂吗？啊！谨遵老祖教诲。你一看就不是个好人，这邪修之法正好适合你。嘿嘿。老祖，那现在该怎么对付女武神？只要把他的一缕神识给逼出来，我就能灭了这缕神识。那还等什么呀？我现在就杀回董家抢人！你找死吗？就算是武神的一缕神识，那也不是你们能够对付的。那怎么办？全听老祖安排。你以前是许娇娇的后妈，对吧？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。我跟厉少在一块，绝无二心。哎，别紧张，你想办法靠近他，把
这张符箓放在他身上。可是我跟许安生和许娇娇已经闹掰了。废物！追夫火葬场没看过呀？去，办不好就别回来。上界邪修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用武神法相引来了雷劫，害了女武神那伙上界邪修，应该已经察觉了，他们肯定会来找我麻烦的。那很厉害吗？能打得过大宗师吗？大宗师之上是半步武神，半步武神飞升之后才是武神，可以把大宗师吊起来打。啊！完了！我本来以为可以躺平了，这下不完了吗？老弟，你想不想承担起保护老婆和女儿的责任呢？想啊，可是我没灵根资质啊。肉身成圣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普通的武道修炼确实需要灵根来吸收灵气，但是还有一种万里挑一的特殊体质，不用吸收灵气，天生就扛揍，恢复的嘎嘎快，只靠着肉身锤炼就能突破境界，就跟你电影演的肉身成圣一个道理。肉身成圣？这不是天选肉盾吗？你确定我就是天选肉盾？你这些年天天被宫玉儿揍成猪头，还活得好好的，你不是天选肉盾谁是啊？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肉身成圣堪比武神吧？小妈，不是堪比武神，是与武圣同尊。老爹，你愿意吗？愿意啊，愿意。这保护老婆和孩子，这是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嘛。哎，来吧，怎么做？挨揍。我来揍？不行，这我也下不去手呀。再说了，我是大宗师之境，这稍不留神，他就没了。对呀。我也不行啊，我也是大宗师啊。那再说了，那岳父打女婿，那你要传出去，成何体统？岳父说的对呀。那怎么办呀？要是有个小宗师，就刚刚好了。家主、小姐、姑爷，何事啊？宫玉儿求见，求见姑爷。宫玉儿，他怎么来了？前任来找你，还能干什么？再续前缘呗。哎，老婆，别吃醋嘛。我跟那个贱人早就已经势不两立了。我吃醋？我吃醋了吗？我吃点醋怎么了？你出去跟那个贱人说，许安生现在是我老公，让他死了那条心，否则我废了他。等一下，我记得宫月儿好像就是小宗师啊。娇娇，你想干嘛？安生，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想干什么？安生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离开你，更不应该霸占你的房子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还能原谅我的，对吧？你这眼睛比我还好，说哭就哭。你是要跟我们董家大小姐抢姑爷啊？你谁啊你？我他是董家给我安排的 Victor。安生，我当初离开你都是李锦逼我的，我跟他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你带着娇娇，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
娇娇呢？她伺候我们家小姐呢。娇娇才几岁啊，怎么能伺候人呢？你看呢，这就是坠入豪门的代价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要低三下四的。我们回去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嘿，绿茶！这一入豪门深似海，想走那是不可能的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许安生的话，那你就留在我董家为奴，跟他一起伺候我吧。也不是不行，只要能接近许娇娇。怎么着，都不能跟他一起同甘共苦，还想带他走？虚伪的女人啊！好，我留下来陪他。Yes， 以小宗师之力锤炼老爹体魄，最好不过了。宫月儿，虽然你已有小宗师之境，但既然为了许安生来我董家为奴，那就要守我董家的规矩。要不是厉家老祖答应我办好这件事后，帮我提升到大宗师境，我才不受这种委屈。是，大小姐，您吩咐。好，来人。大小姐，这是许安生昨夜没将本小姐伺候舒服，所以该罚。那怎么罚呀？就罚他100鞭子吧。还以为许安生入赘到董家是来享福来着，没想到这董家大小姐比我还黑。老爹，你忍着点儿，淬炼肉身可比普通修炼难多了。为了我和小妈，加油！你，乖，抽得用力点啊！还以为为了完成老祖的任务得当牛做马，这没想到这么爽。娇娇，你说这能行吗？放心吧，小妈，用不了多久，还你一个肉身成圣的老公。用点力啊！老爹，从明天起，每天早中晚各4个小时肉体锤炼课，项目包括挨揍训练、负重跑圈和胸口碎大石。12小时工作，这是人类能完成的吗？娇娇，是不是太急了一点儿？哎呀，小妈，你别管他，他在这装可怜呢。老爹可是天选肉盾，就得用特殊方法练，而且我老爹乐在其中呢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你老爹他喜欢？不是，我是说老爹这个人家庭观念重，为了保护咱俩，做什么他都开心。对不痛。哎，小妈别看了，老爹体质特殊，不会有事的。你看看，这都伤成这样了。娇娇，你说咱们两个这么逼他，能行吗？老爹其实自己觉得拖咱俩后腿了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很在意咱俩的。他要是自己不上进，咱俩怎么说都没有用。哎，小妈，你这是心疼老爹呢？我，谁心疼他了？我是觉得你老爹，他虽然平时怂了点，不过关键时候还挺有毅力的。小妈，你有没有发现宫月儿醉翁之意不在酒？我知道，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，记得喝药。
快点，快点！大小姐明天要让姑爷胸口坠大石。董叔，这大小姐为什么这么喜欢折磨姑爷？昨天让一个新来的下人连抽了姑爷100遍，那抽的皮开肉绽，血死呼啦的。明天要搞什么胸口碎大石？小姐是不是不喜欢姑爷？那直接一封休书将他赶走就行了。这也太残忍了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别那么多事儿，快点！哎，走。走。董管家好。哎，使不得。你怎么说也是小宗师之妻。我来这这么久了，怎么也没看见徐安生的女儿啊？她不就是许娇娇被关了啊？你找许娇娇？不，我只是。你也当过她的后妈，想她了？是啊，你说这小姑娘这么可爱，我跟她之前关系很好的，所以想着要是能见一见就好了。那时候那么欺负我，现在跑来立人设，我呸！见不到了啊？她不是有武神之姿吗？为什么会被关起来？哎呀，被雷劈了。厉家老祖说武神法相引来了雷劫，难道他被雷劫劈废了？哼，那就好办多了。回来，区一块巨石。这比我胸口还大的巨石，他碎我还是我碎他呀？娇娇呢？可能是嫌你太废物，离家出走了吧？啊！哎，我开玩笑呢。娇娇去办一件大事了。来，躺下。这儿啊？哎呀，反了。躺好啊。起。老婆，这好像也没那么重吧？哎，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死了吧你这是！哎呦，不错嘛。看来娇娇这肉身成圣的办法可行啊。老公，你为了娇娇我俩，你可要坚持下来啊！只要你能扛得过这个阶段，下个阶段我就可以揍你了，高兴不？哎呀，我还要开心吗？好像咱俩在玩什么小众的圈子一样。还行是吧？来，开始吧。来了，再来一次。等等，有事？你这是去给娇娇送饭？不然呢？那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她呀？这么想见她呀？毕竟前几年跟她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，多少有些情分，我就想看看她。呸！坏女人！不行，那你帮我带个东西给她总可以吧？这个是我专门给娇娇求的平安符，你帮我带给她。邪修符箓。邪修符箓，一看都不正经的样子，看着画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符箓只要在我身边，他们远程做法就能将女武神的最后一缕神识吸出我的体内。然后呢？然后吃掉啊，修为瞬间大增。吃掉？他们吃人？在邪修眼里，这都不算事儿。那还看什么看？这赶紧扔掉啊！哎，这他们不就发现了吗？那怎么办啊？总不能让你去冒险吧？老弟不同意啊。他们针对我，肯定不是最终目的，最终目的是铲除董家，称霸大夏。哼，李明那老东西，他敢？就是，就算他已经入了半步武神，但是我跟爸爸两个大宗师，只要真动起手来，他们也讨不到好处。别忘了，还有历届那个大宗师和宫玉儿那个小宗师。
那也打不过呀。啊？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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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成了，老爹，你现在绝对扛揍。虽说还没达到肉身成圣，但对付丽静和宫月儿足够了。这样，小妈和外公就能全力对付丽明了。娇娇，老婆，看我现在的肌肉，萌不萌？扛不扛揍？大功告成。这就是女武神的神识。怎么有股猪屎？奇怪的味道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？上界的风水就是这个味儿。老祖，这神识咱们分食。对，求老祖赏赐。老祖，这符箓是我好不容易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在雪娇娇身边，也求老祖赏赐。老祖，你这是？你们之前还没有飞升的，要这个有什么用？简直就是暴殄天物！可是我们也想飞升啊，那就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，那就必须得铲除董家，独霸天下呀！这个简单，我来铲除董家。那就请老祖出手，铲除董家。啊！小妈，出来玩就不要老操心了。我老爹现在足够对付丽静和宫月儿了，就剩一个丽明，你跟外公肯定能对付。董家散不了。行，娇娇，那你在这等着你老爹，我去拿烧烤炉。好嘞。宫月儿，你还敢来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还能吃了我不成？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废了你！哼！你怎么入了半步武神境？这怎么可能？老爹，小妈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对劲啊，去看看。小妈，董家大小姐，快突破的大宗师，也不过如此嘛，不还是被我随手摆布，这午休第一世家的名头该换人了。小妈都要突破大宗师的实力，竟然能被悄无声息的拿下，这女人恐怕已经是半步武神了。老爹，你小心一点。半步武神？前几天他还是个小宗师，怎么修炼的比我还快啊？难道自我长修啊？等等，我怎么闻到了股讨厌的味道？你身上怎么有股上界的味道？想知道吗？求我呀！这半步武神的力量还真是令人陶醉。半步武神又如何？你信不信我？你又想拿你那个女儿装可爱呀？可惜了，她没扛过雷劫，已经变成了废人一个，仅靠武神的一缕神识苟活着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那一缕神识啊，也被抽出来了。现在你那个废物女儿应该已经没命了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跟这个女人游山玩水？我呸！渣男！废话那么多干什么呢？你不过就是厉家的一条狗而已，来打我呀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一个人能打10个。
那你就先打4个 CC 了。CC 就 C。哇，这4个人都是大宗师。CC， 大宗师？现在大宗师都这么不值钱的吗？我还以为你许安生能有什么奇遇，不过还是和以前一样怂包嘛。要我说啊，这废物就是个废物。啊，娇娇，你现在武神区还没有恢复，最后一天，刚好老爹要检验一下特训的成果。那就让我看看你现在究竟有多强。动手！老爹，小心点！老娘还以为你有多强呢，才4个大宗师就把你搞得这么狼狈。刚才脚滑了，再来。就这，给我挠痒痒呢。大宗师也不过如此嘛。看我干什么？你们4个大宗师搞不定一个毫无资质的废物，厉家要你们何用？使劲打！头有点晕。许安生，你这是修炼了什么邪术？这么抗揍？这都拜你所赐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我告诉你，放了我老婆，要不然我累死你。本来想在这里解决掉许安生这个废物，算了，别耽误了老祖的大事。改天再找你算账。走。啊！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放开我！你告诉我，你们要去哪里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累死！放开我！你不说，我告诉你，就放开我！求求你了，董家大小姐被带到厉家别院去了，放开我！你早说不就完了吗？你何必呢？麻了！来了！去救人！老丈人，我老婆被绑了，怎么不开灯啊？他是出事了吧？岳父大人，老丈人，完了！我本来是回来搬救兵的，这董家真是被一锅端了。唉，都怪我，不该带你们去郊游的。你留在家里也没什么作用啊。娇娇啊，你能不能教老爹一点有用的本事？总会挨揍也不行。就是不希望你拖后腿，能自保罢了。你别要求那么高了。那怎么办？你现在武神之力又用不了，我又只会扛揍，总不能把厉家人给活活累死。办法就只有一个。在哪儿呢？这不会是厉家少爷要结婚了吧？应该是吧。厉家家主一把年纪，也不能是他成亲啊。各位同修，想必大家都是收到了厉家的喜帖，感谢大家光临。恭喜恭喜啊，厉家主！恭喜恭喜，厉少的新娘子呢？快让我们看看。黛仙娘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不是董家大小姐吗？前几个月不是嫁给一个毫无灵根资质的废人吗？怎么这是2婚了？看样子她也不是很情愿嘛。厉明，怎么你是要与我董家开战吗？开战？我只需要动动手指，就能让你们董家灰飞烟灭。抢亲抢到董家，这可是大夏第一武修世家，这可有意思了。厉家不会是要倒反天罡吧？成为新的第一武修世家？你就不怕我爸带人来与你同归于尽吗？好怕呀！
还想着你爹那个老东西呢。啊，给你带来了。爸，董家家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董家难道是被灭了吗？没错，董家已灭。从今日开始，我厉家才是大夏第一武修世家。女儿啊，这厉家不知为何境界大增，爸已经尽力了，我修为被废，董家灭了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识抬举。之前你嫁给那个废物，辱了我们厉家。今天我也让你知道被辱的滋味。谁敢辱我老婆？安生，是安生来了。这是谁？这人看着好猥琐呀，难不成是他要和董家大小姐成亲？不会说话。不是我呀！该死！参见老祖。哎呀，不错，不错，不愧是大夏第一武修美女，还是个人妻。哎呀，我喜欢。呸！香，真香！在上界憋了几千年，今天晚上，我要好好的和你云雨，放开我女儿！老东西，就是大夏第一武修世家的家主董彦州，是吧？啊，正是。不是了，我这就送你归西。不要，住手！娇娇，你怎么来了？许娇娇，不，女武神。我可不是什么女武神，女武神是她。这个女人怎么有点5大3粗的？老祖，这一看就是男装变态。错，是女装大佬。安生，贤婿，你这是又玩哪一出啊？这的，岳父大人，老婆，此事说来话长，这衣服是娇娇给我弄的。老爹，你现在是武神，拿出点气势来。哦，武神，就他？对啊，是我啊。玄生，你是想笑死我们吗？才几天不见，你从一个废物变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废物。哎，我知道了。老祖，他肯定是看您绝世无双，故意扮丑啊，来给你这婚宴添乐子的。莫非是来给您当婚礼司仪的？婚礼司仪，下届的陋习免了。没错，就是司仪。看见了吧，许安生啊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，居然为了保命来给你做婚礼司仪。老爹，司仪只能主持婚礼吗 ？No， 还可以主持葬礼。哼，你在上界不好好待着，非要来下界送死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下葬。小子，你找死！小子，你找死！厉老狗，发飙之前我劝你三思啊！你看看这是什么？看着好像是一张符箓。什么叫像？这分明就是一张。
没错，这就是一张邪修符箓。邪修？这我们大夏武道世家最见不得就是邪修这种脏东西，也不能只听这小姑娘一面之词。拜托，能不能动动脑子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才短短几个月时间，厉家整体上下修为大增，甚至敢与董家为敌，哪来的底气？底气就是这厉老狗传给厉家的邪修功夫。这张邪修符箓是你让宫玉儿放在我身上，想吸走女武神神识的吧？哼，是的，没错。怎么样？那你昨天吸收的神识什么滋味啊？是不是有一股骚味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昨天给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的屎！哎，爸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是不是猪屎？你少说两句吧。哇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！老祖，我没有啊，求老祖饶命啊！哎呀，爸！各位同修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厉家不仅修炼邪法，还妄图用符箓害人。没错，他们厉家今天敢对我们董家下手，明天就敢对你们下手。脏东西！你怎么了？你打我噻！你打我噻！你没事吧？他当然有事。武道修炼最忌讳神识杂乱，他昨天吸收了一头猪的神识，恐怕离爆体身亡不远了。那怎么办？给我片刻时间，容我把他逼出来。你傻呀？我会给你这个老东西时间吗？那又如何？你怕是没搞清楚状况。现在董彦州修为已废，而你就是个不男不女的疯子。至于你女儿，听说被雷劫所伤，武神之力恐怕早就没了吧？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没错，咱们一起给老祖护法。给我片刻时间，你们给我护法，这里靠你们两个人了。厉家家主，难道你们家真是邪修？各位同修，切勿听他胡言乱语。我厉家向来家风严谨，怎会是他口中的邪修？你厉家为何会修为突然大涨？这符箓又是怎么回事？你得给大夏武道同修一个交代。交代？我他妈要给谁交代？爸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杀了他们。好，一上。哎，半步武神大圆满，又是一个半步武神大圆满。你还说你们家不是邪修？请你们来是给你们面子，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，那就把命留下吧。冲我来！老爹，小心一点，厉家父子都只差一步就飞升了。放心吧，闺女，你老爹现在可是拥有女武神之力的天水肉盾。众位先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这里我来阻挡。爸，你对付许安生，我去送董家妇女归西。不要！老婆，你小子竟然敢把后背给我，你还真是不知死活！这安生，安生，你没事吧？这才哪儿跟哪儿啊！放心吧，你老公是打不死的。不可能，你明明就是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，竟然吃我重重一击还毫发无伤！你是不是也修炼邪法了？你以为都跟你们一样？老爹，你专心对付他们，
小妈这里有我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两个半部武神大圆满究竟有多厉害，不要让我失望哦。娇娇，你老爹他以后不会都这个样子吧？不会的，只是通过符箓，把女武神神石暂时放在我爹身上，之后还给我就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！连根都没有的废物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继续！娇娇，这可是2个大武神，你爹那小身板扛得住吗？别担心，老爹这是锤炼肉身呢，就算真的有危险，他体内的女武神神石会护主。看来我的肉身也大圆满，你们两个也帮不了我什么了。你还挺能装逼呀！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那就结束吧，我还要收拾厉老狗。董家上下这么多条人命，也该算账。老爹，当心厉老狗！2个半部武神大圆满都伤不了你，难不成你还能是武神不成？什么这肉身啊！老夫用邪法从上界归来，这肉身本就不稳定，再加上神识混乱，这具身体恐怕要不成了。要是能把这具肉身夺过来温养神识，不但再无后顾之忧，怕是食量翻倍呀！厉老狗，你就看着你们厉家2个人挨揍，你不会吃屎吃傻了吧？老祖，您没事了？你们父子俩还真是一对废物，不过还好没有把他的肉身给毁坏。哎呀！哎，厉老狗，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妙啊！你不会喜欢男人吧？本来想给你个痛快，哼！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不但要夺了你的肉身，我还要把你的神识囚禁，让你永生永世受尽折磨。你啊！许安生，你不是挺能抗揍吗？现在老祖亲自上手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不好，他这是要夺舍。安生，你小心啊！你跑不了了，这具肉身是老夫的了。哎，这李家老狗邪的没边了。娇娇，你快想办法帮安生啊！就是呀，不能看着你老爹一直这样被欺负啊！别急，你们忘了吗？老爹身上还有女武神的神石呢。对，还有女武神护体。女武神的神石，女武神的神石怎么会在你身上？没想到吧，厉老狗，这还要多谢谢你，没有你的符箓帮忙，恐怕真的要让你得逞了。爸，这老祖是输给许安生了吗？你问我他妈问谁去啊？老爹，趁他病要他命！瞧好吧，厉老狗，董家上下这么多条人命，说杀就杀。不过好在你准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这个就是报应。许安生是吧？我认可你了。你要是跟着我，以后上界下界，唯饮独尊。就算你不认可我的话，你今天也必死无疑。许安生，恶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有就不怕？还有后手，立兵立进，
快拦住他！老祖饶命啊！老祖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李靖，借点力量给我。你们半步武神的实力都是我给的，现在老祖有难，你们就把力量还给我吧！厉老狗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连你自己的亲子孙都吸引。哎，这就是你们的好老祖。你懂什么？实力就是一切。没有实力者，只能当为养料。他们有我这样的老祖，是他们的荣幸。儿子，老祖，您可以吸宫月儿的内力。对呀，老祖，都是这个贱人害得你身世不稳，你把他吸干。我把他吸干了。谁来伺候我？我们父子俩一起伺候你。你们两个还要一起？这厉家修邪法就算了，怎么连某些癖好都遗传呢？小妈，你可看好老爹，可别真落那老变态手里了。安生，你当心啊！老祖不要，老祖求你放了我！老祖，你有一个人的力量就行了。静儿他还年轻，你放过静儿吧。你们两个人的实力都不够我吸的，还想让我放了他？做梦！儿子，还在执迷不悟吗？你们都快被你们老祖吸干了，还要当他们的走狗？丽敏，你不是一心最心疼儿子吗？怎么要看到自己的儿子去送死？你胡说！老祖怎么会让我们死呢？老祖他只是借用我们的力量而已。儿子，爸，救我！儿子，李明，你要干什么？李明，你要干什么？老祖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才是厉家家主吧？你一回来，又是抢厉家的儿媳妇儿，又是抢厉家的话语权，都没有说什么。哪怕您是要了我的命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但你动我的儿子，就他妈不行！你敢污蔑我，就凭你！我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行。徐安生，我厉家多有得罪，董家灭门都是他一人所为，与我父子二人无关。这点您可以向董家家主求证。现在厉家也不复存在了，您可以放心。太精彩了！我之前演狗血短剧的时候都没有你们这场戏精彩。唉，老丈人，董家灭门的时候有没有厉明在啊？那日的确是只有厉家老狗现身。听到了吗，徐安生？你一个人动手，会拼得两败俱伤。如果咱们两个人联手，一定会灭了这个老东西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找死！你啊！徐安生，你若是看着我父子二人被吸干，等他恢复了，下一个死的可就是你。你想想，你的老婆还有你的女儿。我承认你说的很有吸引力，虽然吧，我可能不太需要你，不过你可以证明你自己可以改邪归正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李明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呐！
一家人，你想害死我父子俩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学生，你还想看笑话吗？雷鸣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看什么？当然是请老祖赴死！当然是请老祖赴死了！哎呀，这厉明也有这觉悟啊！这还是我认识的厉家家主吗？上交，自不量力。你的力量都是我给的，你还想倒反天罡不成？我以为你憋了个大的，没想到你拉了坨稀的。喂，厉老狗，哦不对，厉家老祖，咱们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打我，用力，别客气。不是，娇娇，你老爹不会有什么小众癖好吧？老婆，我离肉身成圣就差一步了。刚才那2个半步武神打我都不痛不痒的，这不现成的工具人吗？不用白不用。我堂堂一个上界飞升者，你竟敢如此对我，受死！你不行，这小子有女武神的身世，老夫这个状态有点悬。小子，今天算你命大，改天等我实力恢复了以后，我再找你算账。不好，老爹，他要跑。厉老狗想跑？我们的账还没算清楚呢。臭小子，你欺人太甚，你就不怕我跟你鱼死网破吗？鱼死网破，你也配？看，飞机！这就死了？爹，行了，咱们赢了！哎呀，安生替咱们董家哎呀报仇了！哎呀，我说什么着？啊，还得是安生，我的贤婿呀！果然没让咱们失望啊！哦，我记得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不让我嫁给安生来着。哎呀，都过去的事情了。你托付给安生，我才放心呐。这就，怎么了？老爹，你觉不觉得有点太轻松了？这厉家老祖本来就神识不稳，再加上他想要夺舍安生，被女武神神识所伤，我们亲眼所见他灰飞烟灭，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那一拳我确实是打在他身上了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哎，差点把他们2个给忘了。学生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们厉家已经对你没威胁了，我求你饶过我们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。厉家父子已经废了。你们厉家勾结邪修，残害同道，如今恶手已除，你们修为尽散。我们董家可以不予追究，但是你们厉家必须除名，从此退出大夏武修世家，永远不得返回。日后若被我们听说你们继续修炼邪法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是，你说的是。还有，董家现在百废待兴，拿你们厉家一些东西，不过分吧？什么话？什么叫拿我厉家的东西？什么话？什么叫拿我厉家的东西？你胡说什么？哪还有什么厉家？
明明都是董家的东西，你们拿自己的你们拿自己家的东西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是，算你识相。滚吧滚吧！佳佳，你的女武神之力的神石，现在还给你了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不想叫什么兰花指了。老爹，干嘛呢？我还以为你会变出女武神呢，我还很好奇你是怎么变身的。来，能量。老爹，你真是够笨的，被你这么一通折腾，女武神的神识消耗太大，沉睡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厉家都有什么宝贝。哎，对了，把各大世家都叫过来，咱们开一个拍卖会。这一来呢，咱们董家需要重新开宗立派，咱们需要大量的神石。这二来啊，让各大世家都知道，咱们董家还在。我让你说的对，走。小妈，你看我老爹还翘兰花指呢。老婆你别听娇娇胡说啊！走。厉家老祖竟然折了，看来还得我亲自走一趟。师尊，在和女武神之战中，您的肉身已毁，现在下界不就是一副皮囊？厉家又没死绝，这副就是的了。好钢啊！好石！老爹，你能不能淡定点儿？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。穷习惯了吧？你看这辈子哪打过这么富裕的仗？哎，闺女，你说这些值多少灵石啊？不会有人在拍卖会上硬抢吧？老爹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拍卖会已经给我的便宜外公安排好了。再说了，小妈一个半步武神，再加上你一个快肉身成圣的，谁敢呐？也是哦。这气势！老爹，快走！小妈要突破了。没想到小妈直接跨境突破，这要是成功，小妈可就是武神境了啊！一会儿一定会有雷劫，你去让雷劈一下，没准就肉身大成了。嘿，坑爹啊！哪有自家的姑娘喜欢老爹被雷劈的呀？哎，闺女，等等我。大师，李明，厉姐，你疯了吧？居然对自己的父亲下手！长得真漂亮，比起上界那些仙子，也不遑多让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幽冥，厉家老祖那个蠢货是我的座下弟子。这具身子我先借用一下，等我杀了女武神，
你知道厉家老祖那个蠢货是怎么死的吗？我知道，是玄生杀死的。他不是被女武神杀死的吗？说，怎么回事？原来是这样，堂堂女武神居然变成了一个小姑娘，还多了一个肉身成圣的爹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你愿意跟着我吗？在上界憋得太久了，我现在火气有点大。咋回事啊？这叫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都没有动静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千万别去！小麻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千万别让她分心。跨境界突破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老爹，雷劫触体可没那么简单。一会儿要是有问题，你就及时撤。放心吧，你老爹别的能力没有，就狂揍。老爹，要来了。老爹，用地雷针引雷。灵气内敛，小麻成了！太好了，娇娇，我突破了，多亏你之前的指点。咱们一家人，你跟我客气啥？有没有人管管我？老爹，你别动，我来给你拍张照。来，起来。还是老婆好，知道心疼人。别人家都是小庙，怎么我家的小庙是陆风的小庙？老爹，你就别装了，你都肉身成圣了，这点伤算啥？问题是，我没成啊！啊？不对呀，雷劫淬体就是最后一步，老爹怎么能没突破呢？哎呀，啊，找到了，就是这本。
老爹，能不能声音小点儿？都打扰到我查资料了。许娇娇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说什么让你妈把我吊起来打，拿武神拳来给我淬铁。你老爹都快被打死了！哎呦！哎呀，死不了。死？对呀。老爹，我知道了。啊！你老爹都要被打死了，你还这么高兴？你知道啥了？安生，我这刚破境，不太能掌握好力度，你忍一忍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！来，就是要死。死啊？哪有闺女这么坑爹的？老爹，你一直以来遇到的危险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，即使是厉家的老祖也是负伤的状态，再加上你有女武神的神识护体，除非你遇到了足以威胁到生命的危机，才能把你的体魄压榨到最大。不对呀，以安生现在的体魄，都能扛得住这天雷，还有什么生命危机啊？哼，我给你看看。哎，你们在这儿啊？这大白天的，你们在这玩什么呢？成何体统？这下午拍卖会就开始了。这次拍卖会邀请的都是城里各大武修世家，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咱们董家和厉家打的是两败俱伤的。我担心会不会有人动歪心思啊？现在这世道，爸，你不用担心，有我们在呢。对，有我们呢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好。主人，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还不动身吗？不急，主角都是压轴登场的。哟，董家家主亲自出来接客了。哎，哈哈，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啊。来，请坐。这人呢，一出门啊，忘记刷牙，嘴里呢总有一股子臭味。安生，怎么跟叶家主说话呢？这是哪里来的下人，敢如此对我说话？我要替董彦州好好教训你！你小子竟敢打我，找死！你可别冤枉好人啊！我这属于是正当防卫。你们叶家现在是厉害的很呐，敢对我董家的女婿下手，这是要和我们董家宣战吗？女婿，叶家主，今天是我董家的拍卖会，你若是不愿参加，就请便；你若是想捣乱，我董家奉陪到底。董彦州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你的修为已经被废了，一个废人，你敢对我如此说话？嘿，听说董家家主被废了，原来是真的。看来这第一世家的名头是保不住了。这叶家一直和董家不太对付，今天可是有好戏看了。叶大宗师好大的威风！叶大宗主，小女子刚刚突破，配不配与你动手？我老婆就是霸气。突破了！看
来这董家小丫头已经是半步武神，怪不得董家还敢办拍卖会。哈哈，董小姐哪里的话，我只不过是和我老朋友开个玩笑。哎，女儿，坐。远来食客今日以拍卖会为主，那些无伤大雅的笑话，老夫就当是听不见。叶家主，这拍卖会你还参不参加？这拍卖会啊，我叶家自然会参加。这董家主是要赶客人吗？青燕，看上毫无灵根的废物，突破了又怎么样？那么多有心思的事情，你董青燕一个人可就独木难支。我董家倒台了，第一世家的名头也该轮到我叶家。感谢各位家主莅临我董家的拍卖会，想必各位也有所耳闻。这厉家邪修伏诛，今日所拍之物，皆是皇家所得，还有部分我们董家的闲置珠宝。今日我董家以物会友，也希望各位能念及我们大夏午休，同气连枝。嘿，规矩不多，价高者得。但是有一条，倘若是有人要捣乱，那就休怪我们董家不客气。第一件牌品玉林鼎，此物乃是……这炉鼎谁人不知？厉家老祖的炼丹炉嘛。厉家虽然是邪修，但这炼丹炉可是货真价实的宝物。只不过你董家拿的是不是真品？人说话呀，狗打岔。怎么堂堂叶家家主，不至于老迈昏聩，连真假都分辨不出来了吧？你，哼，那也比那些差点被灭了门还要死撑面子的人强，是吧，董家主？你废了，义子也死伤殆尽。你们董家现在能打的，就一个半步武神董青燕了吧？叶兄此言差矣，董家不是还有个女婿吗？听说很好揍，说不定以后董家又靠挨打扬名喽。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兄弟，莫非你就是那位女婿？哼，这第一世家的名号也该换人了，诸位说对吧？配不配当这第一世家，不是靠嘴巴说的。我看两位家主对我董家的家世颇感兴趣啊，既如此，那可识得此物。此宝剑，莫非是董家历代家主才可持有的宝剑锋引？正是此物。除董家人外，若是有人持此剑上门，可让董家无条件倾力相助。本来此剑我是作为压轴的拍品，可我看有些人的心思不在这拍卖会上呀，反倒是想来联合逼宫的。那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若有人能够拔出封印，我必双手奉上此剑，而且将我董家第一世家的名声让出去，从此归隐。董家主，你女儿的话可是你的意思？没错，我董彦洲以董家家主之位向大家保证，只是此剑啊，设有我女儿的禁制。如果你们的修为不如我女儿，那自然是拔不出。有没有人想上前一试啊？董青燕已经破境，也是半步武神，慕容兄可有把握？破境又如何？实力跟我们也就是伯仲之间，这大好的机会绝不能放弃。我慕容家可最擅长禁制了。没错，设在物品上的禁制而已，就算是半步武神，我们也未必拔不出来。二位家主，刚才一唱一和的要让董家把第一家族的位置让出来，怎么现在怕了？啊！我叶家岂能怕一个小小的禁制？在场诸位世家众多，你董家又拿一把破剑想难住我们大家，希望我等会儿拔出剑之后，你们能信守承诺。
给我开！给我开！好，叶家家主，你倒是用力呀，别动嘴不动手啊！刚才是我姿势不对，让我换个姿势再来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把剑放的时间长了，生锈卡住了。这里有找的，真是清新脱俗，不愧是叶家家主。二兄，看我的！给我开！这两位家主着实是厉害呀，佩服佩服啊！刚刚只是大意了，半步武神设下的禁制嘛。巧了，在下也突破半步武神不久。看来第一世家是要花落到慕容家了。慕容家主的实力不比董清燕差，而且慕容家最擅长的就是禁制。小小禁制也敢班门弄斧？给我开！半步武神果然厉害，要开了！哈哈哈哈！我拔出来了！哈哈哈哈！你们董家竟然敢作弊！这把剑上动了手脚，你们董家竟然敢当着众多家主的面作弊！看来你董家的声誉真是一文不值。这剑上的禁制是我亲手所设，二位拔剑的过程，各位家主也都看到了。明明是你们自己拔不出来，却怪我们剑有问题，还要侮辱我董家的声誉。哼！如大家所见，这把剑我们二人都进行了尝试，却无一例外都失败了。叔叔啊，要不然娇娇帮你？哼，小丫头，你懂什么？各位，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大家都被董家骗了，这把剑根本就拔不出来。董家故意这么诓骗大家，目的就是要保住。叔叔啊，拔出来啦！叔叔啊，你是不是没力气啊？还是说你没吃饭，所以没力气啊？不可能，这剑绝对有问题。要是没问题的话，难道是这个小女孩竟然比我们两个强？叔叔啊，你们看。这是……你多大了？哦，我闺女随。你管这叫8岁？诸位也都看到了，明明是两位家主实力不济，却要污蔑我董家的声誉，实在是有损我大夏午休的颜面。若不是有问题，我们两个和你境界差不多都拔不出来，一个8岁的小女孩却能拔得出来？是吗？那我想问一下，两位是什么境界呀？一个大宗师圆满，一个半步武神。那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半步大武神了？我是突破了，不过我是跨境突破。所以说你是武神？董家又出了个武神。等等，刚刚那个女孩也能拔出来，所以董家一门双武神。这下董家午休第一世家的名声就算实至名归了。这武神设下的禁制，谁还能解开啊？各位还有要尝试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来。你们两个还敢来？知道是武神设下的禁制，还敢来试？哥们儿，快下去吧！你以为你也是武神吗？你就是许安生，肉身确实不错。利剑，你干什么？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，你该不会……老爹，他缠你身子啊！你个死变态！厉静，厉家少爷，厉家的邪修不是伏诛了吗？老爹，情况不对，
先回来。刚才你们董家的人不是说谁都可以试吗？怎么，现在不敢了？想试就试试喽。不是我试，这上面的禁制太弱了，没兴趣。月儿，拔剑。是。情况不对劲儿啊！厉家的邪修还活着，我们先撤，让董家和他们硬碰硬，我们坐山观虎斗。这是最强天劫，天劫还没到，我已经道心受损，心神渐乱了。献给幽冥大人。幽冥？你不是厉静，你是谁？你这次巡游结束，我就去提亲，我们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我想以后和你一起并肩，斩杀邪修，守护上界安宁。谁要嫁给你啊？你不是说让我早点去提亲吗？你提亲，我就要嫁给你啊？哎，怎么还不高兴了？我开玩笑的啦。幽冥，若真有那天，我定不负你。幽冥大人，女武神一旦巡游结束，就没机会再动手了。稍安勿躁，他的神识必须要完整的被我吃掉。怎么了？幽冥，我的神识快要温养完整了，这附近不安全，你帮我护法吧。好啊，我定会助你一臂之力。幽冥，你是邪修，不然你以为我会对你百般讨好？不然你以为每次都能和你偶遇？不然你以为那些邪修为何不对受伤的你下杀手？你的神识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舅舅，怎么了？老爹，他不是厉剑，他是幽冥，是上界邪修头子，就是他和厉家老祖一起设计击杀女武神的。你终于认出我了，我可一眼就认出了你，我的爱人。你的脸是城墙拐角捏的吗？谁是你的爱人？什么狗屁女武神，也敢跟我抢男人？幽冥现在可是我的男人。光月儿，啊，你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啊！这才几天，你换了几个了？哪个女人不慕强？我老婆呀。宫月儿，你资质并不差，为什么非要靠男人，还要修炼邪法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只要能变强，我做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。我给厉进当情人，给厉家老祖当玩物，给幽冥大人当狗，那又怎样？老婆，别跟这种女人说什么废话。你带着岳父大人和娇娇先走，这里我来。我来。好。月儿，既然要当我的狗，那就去咬它。是，主人。老婆，老婆，没想到我现在这么强了。海生，想打架，找我来啊！跟我老婆动手，我老婆都嫌你脏。哼，女人打架，你一个男人插什么手？当我连你一块儿揍？连我一块儿揍？你要是肉身成圣，我还敬你3分。可你现在这样子，我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那就试试喽。阿山，什么狗屁肉身成圣啊！怎么连1级都扛不住？我不会要死了吧？哼，幽冥，咱俩的恩怨就在这里了了吧？
娇娇，娇娇，你的女武神之力恢复了，太好了，弄死他！收到，老爹。你若是巅峰时期，我还敬你3分，可你现在硬撑着一缕神识，就想跟我斗，好，我就让你元神俱灭。主人，我试试。这几日和幽冥滚床单滚了这么多次，也算是双修了。不知道修为到底增长到什么程度。要是能当着这些人的面，打败显出真身的女武神，哼！好，就给你个名扬天下的机会。这一巴掌是打你自不量力。这一巴掌是打你虚伪狡诈。老爹，替你们报仇了。干得漂亮！主人，救我！你不过是我的一个胯下玩物，我又怎么可能会浪费修为去救你呢？安心的去吧，我要留着修为对付女武神。可惜我不是那贱人，看招！娇娇，老爹，我尽力了。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还是我不光要动你的女儿，我还要动你的老婆。老婆，老婆！选吧，许安生，我是放了你老婆，还是放了你女儿？你不是说我是邪修吗？我就让你看看我有多邪。大哥，能不能不选啊？不选，两个都不要。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。好，那我成全你。老爹，快选小妈，快带她走！安生，你选娇娇，别管我。还不选？回答我！再不选，他们可就要死了。我求求你，高抬贵手，放了他们吧。邪修的手只会杀人，不会放人。我给过你选择的权利，是你自己不选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老爹，他的目的是为了吸收我体内最后一缕武神神识。你快选小妈，我死了，他就不会为难你们了。不行，安生，你选娇娇，你快带她走，快走！老婆，收神成事还差一点，等你收神成事了，再替我去斗教授。好，我可以把肉身给你，我求你放了他们两个。你是在跟我讲条件吗？那如果我放了他们，我能得到什么？我感谢你8辈祖宗，逢年过节上香给你供着。看来你选让他们两个一起死。娇娇，先让我找找那一缕神识在哪儿。不许动我女儿！老虎不发威，你他妈当我选生 Hello Kitty 吗？你们这一家人还真是麻烦啊，要不一起去死吧？等等，幽冥，你不就是想要这最后一缕神识吗？
干什么？停下！娇娇，快点，快带你小猫跑，快点！幽冥，你不就是想要这缕神石，以邪法炼化，吸收女武神的修为吗？不错，我处心积虑了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得到它。我要是吸收炼化了女武神的修为，上界下界，唯我独尊。你以为我会让你得逞？就算我亲手毁了它，不，也不会让你得到。如果你毁了它，将会引来最强天劫，到时候你身心俱灭。死在最强天劫，也比死在你这邪修手里强。娇娇不可以！不要，娇娇，不要！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还有别的办法。老爹不能失去你。老爹，你怕死吗？怕，但是老爹更害怕失去你。你把这个给他吧，给他了，或许就能放过我们。不行，如果让他炼化吸收了女武神的神力，上下两界将会陷入浩劫之中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想我们平平安安的。把它给我，我保证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董家，而且我保证你们董家还是大夏第一武修世家。我呸！我董家绝对不会做你们这些邪修的狗。等等，娇娇，你是说谁会得女武神的神石，谁就会被最强天劫给劈死？没错，女武神是天道的化身，只能炼化，不能被毁。若是被毁，天道……华兰，小样嘛，来呀，过来呀！冷静，冷静，不要弄碎了它。娇娇，你老爹是想用这天劫劈死幽冥，可是那他也活不了了呀！我就要我老爹。娇娇不行，娇娇，你不是说要他肉身成圣吗？老爹，你一直以来遇到的危险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，即使是厉家老祖也是负伤的状态，再加上你有女武神的神识护体，除非你遇到了足以威胁到生命的危机，才能把你的体魄压榨到最大。这最强雷劫，我老爹真聪明，可是这最强天劫他不一定能撑得住啊。为了上下两界，只能拼一把。我来了！不，烧死！松手！松手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吗？不死不休，死缠到底！劈我！你不是说你是邪修的头子吗？你不是很牛逼吗？怕不怕被雷劈啊？今天你果然挨劈，谁死谁他妈孙子！全胜，你就是个疯子！爹，不要！娇娇，雷劫将至，谁也活不了。娇娇，我们走。不，我不走。娇娇，听话。小妈，你先走，我要留下来陪我老爹。娇娇，我们留下来没有用，还会拖累你老爹。跟小妈走。老爹，娇娇，我要我老爹。对不起了，娇娇。老公，如果你真的生死道相，我绝不独活。你等我把娇娇养大，我就去找你。爹，快醒醒！雷劫将至。都走了，看来咱们两个才是真爱。输了，再来！
住吧。老爹，安生，我老爹呢？都说我的上门女婿毫无灵根，没有修为，贪生怕死。你们现在看看，他才是真的道心坚定啊！娇娇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老爹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会照顾好你的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董家的掌上明珠，也是我们大夏五兄共同的。我女儿可不当团宠，我女儿才不要当团宠，只能我宠。啊！老爹，你扛住了最强天劫！安生，闺女，天道那个老东西刚刚给你老爹做了一个马杀鸡，舒服。老爹，那幽冥呢？嗨，那小子早就被劈成渣了吧？老公，那你肉身成圣了？应该是吧。在女武神的巅峰时刻，也绝对扛不下最强天劫。老爹，恭喜你！这最强雷劫把我们董家劈成了灰，这些珍宝也都没了。哎，咱们董家还靠什么重建呢？啊，这大夏第一武修世家没了。哎呀，外公，虽然钱没了，但人还在呀。虽然你废了，我也废了，但我老爹现在是肉身成圣，小妈是武神之境，这不就是第一武修世家吗？乖女儿，你没废啊？最强天劫好像把女武神的神识都修复了。太好了！哎，那就剩我这一个废物了。爹，您说什么呢？您可是这大夏第一武修世家的门主，参见董门主。娇娇啊，别玩了，你呀，快去学校吧。知道了学校呀，好好听老师的话。你确定？我这么大一个人了，去跟一群小屁孩一起上学？你呀，虽然长得着急了一点，但实际上还是一个小屁孩。老爹呢，只是想让你体验一下正常童年，啊！老爹，别磨叽，快去。老爹，我看你就是想跟小妈羞吧？嫌我碍事儿是吧？那我走。来，外公送你。不用，我可是女武神。老婆，我们现在终于有自己的空间了，要不我们试一下双修？哎呦，那什么，天儿不错，我出去转一圈。能不能揍你？哇哦，原来你喜欢这个。来吧，我现在可是肉身成圣，扛揍的很，你使劲的打。是吗？来了。谁啊？啊？老公，怎么了？娇娇把教学楼给撞塌了。
老师现在很严肃，要叫家长。你去还是我去？我不行，我最怕老师了。你去。不，你可是下届最强女武神呐！那我也不能打老师呀。我也不能打老师啊！你扛揍，你去。你去。一起去。本台记者报道，大夏地表最强女武神董卿要与肉身成圣的许安生，在全校师生面前做出承恩检讨后，又在教育女儿许娇娇的过程中大打出手，再次撞场教学楼3栋。学校表示不再追究责任，自行维修。